陈小姐，你也别怪我们不讲情义，你父母这头期早过了，也该给我们一个交代了吧？底下上百工人还等着吃饭呢，你们家别墅都2、3套，我不信这点工资结不出来。就是，刚老爷子还给你送了古董过来，说轻轻松松卖几百万，别想再拖延，今天不把工资结了，我们谁也不会离开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我一定会尽快变卖爷爷送过来的古董，拿到钱就把工资结给你们。你们先岗位。还回什么岗位？人家都退货了，钱也不给。大夏天生产棉服给鬼穿啊！今天是我负债的第10天，我本是京大文物专业的优秀毕业生，可父母生意破产，绝望自杀后，留下一堆债务和一份偏心遗嘱，现金和别墅老宅都留给了弟弟陈杰，只把负债1000万的工厂和滞销货户丢给了我。爷爷奶奶第一时间安排陈杰出国，还让他带走了所有现金。为了躲避高利贷，爷爷还故意将一批假古董送到我手上，并四处宣传，这是不给我留一点活路啊！外面下雪了。抱歉，姑娘，我看你这铺子还开着，就贸然进来，不知你尚未梳洗更衣。先生，我看你面生，请问你有合同字据吗？我现在暂时拿不出钱，但我爷爷送过来一批古董，只要变现就能先还一部分。你来工厂也没用，现在设备都被搬空了，只有一批衣服。你这些衣服都卖吗？卖的。我没有合同字据，但这块玉佩足够买下你的铺子，这些我全要了。你既然有很多衣服，为什么自己不穿？帅哥，今天最高温度38，都发布高温预警了，我非要把羽绒服穿在身上给你展示？展示当然也可以，你等等啊。我们工厂的质量你大可放心，这批货原本是大客户要的，价格不低，都是选用优质材料，很丝滑，拉链质量你不用怀疑。都给我包起来！你确定要用那块古玉换这些样衣？那块布匹可以一起给我吗？可以，你看中了什么随便拿，但一经交易概不退货。好。你们看到有人出来了吗？陈小姐，你别在这里装疯卖傻，我们一个鬼影子都没看见。你不是要卖古董吗？买家在哪里？你这个是哪里来的？我家祖传的，老师，您看能收吗？能。恕老头子眼拙，你能告知这块玉佩背后的历史吗？我爸是生意人，您应该听严教授提过，他收藏这些都是装大款、充面子，真假他都分不清，更别说历史意义了。这古玉据我推测，大致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但工艺水平远远领先当时，而且保存极好。你看这图案，色泽丰富而柔和，每一道纹路都浑然天成，玉龙腾跃如千军万马，象征着身份和皇权。你再看背后这个文字，极有可能是皇玺。你也无法鉴定时期，这么看来是出不上架了。糊涂，亏你还是这个专业的，没出现过不代表没价值。华夏5000年璀璨文明，未被发掘的数不胜数。如果这段时期的东西面世，是揭开一段崭新的文明啊！那您能给多少？280吧。元？哎，你280元能卖给我？280万！难怪严老怕你上当受骗，真是个虎妞啊！殿下，你可算出来了！再找不到人，我们就要回去禀报萧将军了。您真买到衣服了？就在这个店里？可是我们大伙刚刚也都进去过，这里面分明什么都没有啊！先回去再说。殿下，
你没事吧？无碍，连年的战争已经让百姓苦不堪言，这饥寒以来，物资短缺，这样的尸体在来的路上已经见过很多了。我看你是愈发不知道轻重了，安排他去找物资。我又没让他去，他自己去的。他要是在这里出什么事，我们全家都得给他陪葬。大雪封路，物资在城外进不来，不用等到掉脑袋，活到哪天还说不准呢。萧将军，殿下，你上哪儿找的这些？程昱带了3万人马出去全城搜寻物资，一无所获，甚至还倒贴了一些给城中的孤儿寡娘。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这个添乱的，竟带回了这一批罕见的成衣。城东那条街上有家铺子，我在里面买的。城东？城东本就贫富，现在一个活人都没了，还有商铺？行了，程昱，你带上1队人马，迅速前往殿下所说的店铺查探。如果店家还有存货，有多少采购多少。是。且慢，那间铺子有些古怪，一行人中只有我一人进去了，其他人都没能进去。没错，只有殿下进去才能找到店家。行了，知道这是你家殿下的功劳，到时候我会跟将士们说清楚，你家殿下是我们边关的救命恩人，行了吧？当下的局势我们没有选择了，即便有古怪，也要再去试一试。当然，还烦请殿下带领人马前去。你确定是这里吗？这分明什么都没有。小心！全体戒备，把商铺给我围起来。程峰，马上回去禀报副帅。这个京城来的废物皇子，肩不能提，手不能扛，与其说是来同甘共苦，不如说是来监视我们的。老皇帝对我萧家不满，觉得战事失利另有蹊跷。可眼下这种情况，就是再讨厌他，也不敢真让他出事啊！现在手里有280万，但工厂拖欠工资360万，这点也不够啊！而且一旦把工资发下去，其他债主闻着味儿就来了，到时候局面只会比现在更难。这笔钱还得好好规划一下，先下发一部分给工人，再出一部分跟银行协商，扛到入冬，厂里这批棉服就能变现。张经理，我不会跑，你也看到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之前就说了，一旦交易概不退货，你要是觉得亏，我可以多给你一批衣服。你还有成衣？我是人，那你呢？我当然也是，但你之前是怎么进来的？又怎么出去的？为什么别人没看见你走？江国，你说你是江国的6皇子，被发配到边关，然后遇到100年难遇的雪灾，在搜寻物资时无意走进了我的办公室，并以为是我把你弄进来的。不是发配，是代替陛下亲征，鼓舞边关士气。这条街上一家衣铺都没了，就你这里做生意，还刚好是我们需要的。你说1000多年之后的人从这道门出去就是你的作坊了。此时正值盛夏，但你的作坊里有很多之前那种棉袄。对的。可善夏为什么要做大量的棉袄？我们国家人口很多，需求量也大，有人追求温饱，也有人追求时尚，就是新颖的款式。那么在入冬之前，就有商人提前定制大批新款做准备了。你这批货也是别人订好的？原本是的，但衣物本身的用途就是保暖。你想要的话，我先卖给你。此话当真？离入冬还有几个月，别人的我再做就行。那价格？我这里的货币跟你们国家不相通，不好定价，你看着给吧。在下替边关数十万将士和百姓，多谢姑娘仗义。之前给你展示过样衣，你看你最需要哪些？都要。姑娘看这些能买到多少保暖衣物？你稍等啊，钱已经到财务了，很快能下发了一部分。你安排几个工人将棉服、军大衣、毛衣和保暖衣裤各个尺码分别装300套送到我办公室。要这么多货放办公室干什么？
客户要抽样检查，尽快送过来。我通知工人送衣服过来，每样先给你几百套，其他人进不来，搬运也不方便。那小黑盒子到底是什么物件？还可以朝外面传话，真的假的？都在这儿了，你搬走吧。你那批成衣还有多少？我明天多带些银钱，可否全给我？我可以付你30%的搬运费用。无论款式大小，总计还有14万多件，你全要？全要。你是说，他在你眼前消失，走进屋就不见了？是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来，你自己来看看，这里四面透风，哪能藏得住人？平时你以下犯上，小打小闹就算了，现在死性不改，屡次置殿下于危险，还捏造这么荒唐的谎言。萧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萧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的发簪呢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萧成宇，属下失礼了。你们稍等，我先搬货，晚些再跟你们解释。我跟你一起进去。可以试试。要不再试试？萧小将军来时可带有银两。我就带了这么多，要是不够，我再吩咐人回去拿。我这些一起。殿下，我这里也有一些，我也有，我的。这些作为定金，明日我过来取货。明天结尾款尽量别给金银了，给我一些精美稀罕物件吧，比如器皿、餐具、配饰、珠宝首饰之类的。好。小月啊，古玉上的文字，我翻找文献，确实跟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仿，像姜字，但还有待考证。姜国，史书上有过相关记载吗？有，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过古姜国，但基本信息跟这枚古玉完全不符。你之后有关这个时期的东西，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我啊，价格都好。那您现在有时间吗？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不来，还不知道有些人要打着我的名头占多少便宜。你也知道，没有标准的东西，我估价向来保守。再说了，我不也没出吗？哼。有老师帮我长眼，上不了当。就是，还是小月懂事。快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。你下午怎么没一起给我？给你一起被骗吗？天杀的老严，咱俩大半辈子的交情，你竟然教你学防着我，伤心了。这枚塑形配成筒状，中间还保留着沟槽。你仔细看这里，这磨损程度显然是经常使用。它不是单纯的观赏性配件，还保留了其功能性，且丝毫不减弱。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？能把两种优点同时发挥到极致？这东西确实很有时代意义，但我很俗，依旧更关注它能换多少钱。毕竟眼下的情况，我都快要被债主撕碎了。那个时代竟然有自己的铸币技术，还有待考证。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个璀璨短暂的小国家而已，但看到铜钱的出现，实在令人震惊。这样一个国家，历史上竟然毫无记载。小月啊，这些东西也是你祖传的吗？确定是同一时期的？不清楚，不确定。您觉得呢？这小姑娘没表面那么简单，她有秘密。500万。你怎么不去抢？这东西是罕见，很有收藏价值，但就算上拍卖会也……我刚刚发给周家那小子了，他让我开价，他不还价。
他懂什么？他就是有几个臭钱，买东西不还价，被人当冤大头都不知道。我要是他爷爷，我把他逐出族谱。你不是他爷爷，他买了是送给他爷爷的。他爷爷比任何人都懂历史。你确定不要吗？500就500。等等，等什么？你都拿来了，不会不出吧？这个摆件只值3000块。这东西材质很古怪，而且是残缺的，这是硬伤。你要喜欢就留下做个纪念，你也不差这3000块钱。也好，这小东西还挺有眼缘的。几十年的交情，终究还是比不上一个学生，我算是看透了。你少赚点钱死不了，他现在的处境，拿不出钱真的会死。陈建国一个小县城的小老板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好东西，而且保存也太好了，没有一点灰尘被氧化。不过就这几件物品都上千万了，他们之前为什么不卖古董还债，以至于绝望放弃生命，想出祸害女儿、保全儿子的狠招？县城里可能没识货的买家吧，人家私事你少出去乱传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是那种人？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明天得尽快去交税，到时候把工资都发了，把银行的贷款先还上，再把渠道款结了。这样一算，好像也没什么剩余了，还根本不够，还有些私人借贷，以及一笔高利贷，从100万已经快滚到300万的高利贷。但这笔钱我不会还，因为那是我的好父亲陈建国死前专门套现给陈杰留的老婆。特么的，那死老太婆不是说她孙女就住这里吗？卖了那么多古董，就是不还我们钱，死丫头片子有种啊！别他妈撞在老子手上！好，真好啊！陈家人真是一脉相承的很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店主是一位漂亮女子，她店铺里温暖如春。她除了店铺，还有一个作坊，可以制作很多棉袄。那是什么神仙住的地方啊？苍天有眼啊！来拯救我萧家军了！我们明天还可以去采买吗？可以。所以只要我们给钱，我们就有救了，我们不用在这里等死了。殿下，我愿把我的钱财都拿出来，求您明天多帮我们采买一些。殿下，我也愿意。麻烦您多买一些。程峰，吩咐下去，这几日加强训练，夜晚风值守，从今天开始都别睡觉了。我们会尽快采买物资，熬过这几日，他们就有保暖衣物了。是。殿下，末将代表边关的百姓和将士，多谢殿下救命之恩。二位将军快请起。我跟店铺老板还预定了一批成衣，不出意外，应该有14万件。多少？14万。但店铺诡异，东西还没拿到之前，我不敢保证。还是殿下考虑周到，您先早些休息，明日那批货还要劳烦您。程宇带一队人马，把今天的物资分一半送去城南。是。等等，萧将军要把这批物资先分给百姓。城南还有不少孤老孩童，他们身体本就孱弱，更需要这批物资。军营里都是年轻体壮的小伙，可以再扛一扛。而且他们多是军中将士的家眷，照顾好他们，才能让将士们更安心。至于剩下的一半，除了给殿下一份，全给军营的伤员和军医。你们是边关最后一道防线，凡事该以将士们为先。再者，你是主帅，战场才是你该考虑的地方。王公贵族沉迷享乐，边关疾苦，还有沉重的赋税，我们不考虑，放任百姓吃两脚羊吗？闭嘴！多谢殿下提点，末将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之前说的是两脚羊是什么意思？想知道吗？跟我来。住手！
你在干什么？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我们也不想再吃两脚羊，但庄稼都被冻死了，今年颗粒无收，家里囤的那点粮都见底了。不知人间疾苦的小皇子，吃两脚羊。殿下，那姑娘真的只要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？她亲口要求的。殿下，副帅命我传达，让殿下问问那姑娘铺子里有没有粮食，可否采购一些。大雪不停，城外那批物本就迟到了1个多月，现在因为大雪又进不来，昨晚阻止那吃两脚羊的百姓，也为了保护那脆弱的道德和人性，回军营又调了些粮食送到城北，现在军营里也撑不了几天了。我会的。什么情况？进不去那家店铺了？是以后都进不去，还是时间没到进不去？喂，招娣啊，听说你昨天没回家，工人的工资都发下去了。爷爷老糊涂了吗？我改名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进到这里来的？我从原来的店铺进来就到这里了，这里是姑娘的闺房。你知道5分钟是多久吗？唉，这是工厂的仓库，我昨晚在这里思考怎么运货，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这不就巧了吗？这是仓库啊！仓库全是昨天那种棉袄，包装完好，整整齐齐。尾款，姑娘看够不够？够了，完全够了，全是精致的珠宝首饰，发财了，存款马上要呈正向增长了。边疆的将士和百姓有救了！这是将士们在我走进的那家店铺找到的，他们说材质很特殊，烧不燃，砍不烂。听闻姑娘喜欢西汉物件，特意一起送来。我确实很喜欢，替我谢谢你的手下。那我可以开始搬东西了吗？你不热吗？啊，之前只顾着激动，没注意这间屋子的奇怪，比昨天那里更热。推车在那边，你先搬着，我忙完就来帮你。这怪东西摇头晃脑的，里面竟然有风吹出来，十分的清凉。陈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找到你进来的原因了。你待会儿出去，5分钟之后进来。5分钟是多久？殿下，您再带属下进去试试吧。你知道5分钟是多久吗？陈姑娘，你这是……陈姑娘，你找到我进来的原因了。你能让我进到不同的地点。这座残缺的古风小院就是一座时空交易所，而你是从小院的门进来的。小院的门在哪里，你进来的目的地就在哪里。如果小院是个独立空间的话，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也能装进去？那我以后还可以找你买东西吗？当然可以，还包送货上门。送货上门？就是不用你搬了，你直接走吧，我马上给你把东西送出去。陈姑娘，你的作坊除了做衣服，还做其他东西吗？你需要的话可以做，开玩笑，这可是最大的金主爸爸。这暴躁的送货方式我很喜欢。我还需要燃食和粮食，按多少人的量？9万吧，银钱我到时候给你送过来行吗？没问题，明天天黑你来取。再像今早上这样突然袭击，我心脏可遭不住。好。天啊，全是棉袄，棉袄从门里飞出来了，幻觉，这一定是幻觉，这是什么仙术吧？陈姑娘说，这叫送货上门。这暴躁的送货方式我很喜欢。李叔，我跟你实话说吧，我手上暂时拿不出来钱，但我在想办法了，这个月之内一定还上。你爷爷不是说给了你一批家里的古董？对，给了，但我变现还需要时间。那这个月确定能还上？能。
哎呀，大侄女，你看我也不容易，才会催你的。你一个女孩子也不容易，以后有什么事儿说一声，叔一定竭尽所能帮忙。说起来，我还真有事儿找李叔。你合伙的那家煤炭公司现在有存量吗？有是有，但合伙的生意赊账可不行。不赊账，我是帮人搭线才买的，他现场结账。嘿，真的假的？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没问题，你把那人联系方式给我。这笔交易要是真的成功，算叔欠你一个人情。你把东西运到我模子街那家空置仓库吧，我安排人收货。好，我这就联系人送过去。先说好，我这儿只接受当场结账。没问题，多谢李叔。煤炭和粮食都已准备好，就等金主爸爸来取了。接下来该处理处理家事了。您什么时候到？你最终选择寻求法律帮助，严教授挺欣慰的。这一切都太突然了，我也措手不及。不过这点小事麻烦您跑一趟，实在太不好意思了。不麻烦，你是严教授的得意门生，再加上周总也特意嘱咐我了。周总，周玉川，说是你的客户。哟，我们金月有出息，傍上有钱人了啊！看着倒像社会精英，这时候还没抛弃你，也算是你有福气了。好久不见，二婶嘴还是这么脏。我二叔这些年没打死你，也是你的福气。死丫头，你那个老赖爸都死了，还敢牙尖嘴利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好久不见，二婶嘴还是这么脏。我二叔这些年没打死你，也是你的福气。死丫头，你那个老赖爸都死了，还敢牙尖嘴利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你们今天叫我回来，就是想吵架。行了，一家人见面就吵，像个什么话？老二媳妇儿你也是，明知道招娣这几天忙工厂的事儿心烦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位是招娣，不介绍一下？好，好，好，金月，陈金月是吧？这孩子读书读傻了，那么有福气的名字不要，非要自己改。瞧这改的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有人帮衬，这丫头就凭那堆假古董能发出来工资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金月二字应该是出自此处。陈老先生还是要活在，大清早就灭亡了。说正事吧，这位是常律师，关于我爸的遗嘱，我们今天好好谈谈。律师？你带律师来干什么？想跟我们划清关系？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就说当初该撕了他的录取证书。死丫头读那么多书，越来越自私。堂姐，大伯在的时候，我们亲如一家人。他出事，我们把房子替他还债。现在你继承工厂赚钱了，就想甩步这些共患难的亲人吗？原来你们比我更不满我爸的遗产分配啊！正好，律师在这里，我们重新协商吧，保证公平公正。你先说说，你昨天到底收入多少钱？没收入。怎么可能？他们说你工资都发了，还见了大客户。我不拿出钱，当时走不出工厂，爷爷是知道的吧？没收入你哪来的钱发工资？问我老师借了200万，先发了一部分工资。严谨的来说，这200万债务也算是遗产里的一部分，要分的话也得算进去。陈金月，你耍老子玩是不是？我要分财产，不是分债务。可我爸的遗产只有债务，存款都被陈杰带走了，你们不清楚？堂妹说我们亲如一家人，没错。二叔家卖掉的那套大房子是我爸买的，二叔和二婶的工作是我爸安排的，就连堂妹上学都是我爸出的钱。那现在我爸破产负债，你们作为一家人，不该为他承担一部分吗？怎么，你们亲如一家人都不愿意，就要求我一个人承担？我大学学费是申请的助债点，就因为我不愿意跟大提奈陈杰，他每每给过我1分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这么为难我的竟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们对侄女儿都比对我这个亲女儿好。你爸都立遗嘱了，反正工厂给你，债务也给你，你休想赖到我们头上。就是啊，父债子偿，你还想逃避责任不成？父债子偿这个词并无法律依据，父母的债务属于个人行为，应当由父母自行承担。当然，子女继承了父母的遗产，这种情况下的，但也仅仅以遗产价值为限。若子女放弃继承，则无需承担偿还责任。据我所知，我的当事人陈女士愿意放弃工厂继承权，所以并无偿还债务的义务。而继承人陈杰接受了大额现金，他需要承担现金相对应的债务。还有二老这房子是陈建国才买不久吧？这套房你再敢卖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。爸妈，你们不能这么偏心啊！我们把房子都卖了替大哥还债，就剩下这一个落脚地儿了。你想看我们带着你8岁的小孙环露宿街头吗？还杵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姑姑家接你弟弟！你这个赔钱货，扫把星！你这是要害死陈家，让我们陈家家破人亡啊！行了，闭嘴！
你也是不懂事，借了钱都不跟我们商量就擅自发了工资，那笔高利贷才是最要紧的。高利贷借出来的钱不是在陈杰手上吗？你让他拿出来还啊！高利贷借出来的钱不是在陈杰手上吗？你让他拿出来还啊！赵金月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？你也不怕人家看我们笑话？早年你爸妈在你上大学一事上是冲动了些，让你受苦了，但他们也是为你们好啊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都走了，你还要记仇，让他们死不瞑目？现在这个难关，我们都在努力。你看家里值钱的古董，我不是全给你了？你确定都给我？当然，你爸做的有欠考虑，我作为一家之长，肯定会纠正。古董全是你的，工厂也是你的。口说无凭，签协议。你估计那些古董值多少钱？这死丫头不是学个专业的吗？真假能看不出来？还是说那批东西是真的很值钱？我学艺不精，对未知时期的东西估不准，等过2天见了老师才知道。未知时代，你估不准？你们签了协议，我会通过我的人脉去处理那些东西。如果不签，我把东西还给你们。我也不是非要这继承权，你们坑骗我也不是1、2次了。要是还不满意，我们就公堂上见。你想一个人独大工厂，东山再起也不管我们？先不说这工厂以后能不能赚钱，这不是爷爷奶奶常说的吗？赔钱货指望不上。造孽啊！家是倒了8辈子霉，除了你这么讨债鬼，辛辛苦苦把你培养成大学生，你以后不管我们。那批古董要是能还清债务，我爸妈就不会自杀了。我接受工厂本就冒很大风险，难不成我还不清债，你们还会拿出这套房子和手上的棺材本来帮我？你想得美！这不就是了？你们不付出又想收获，哪有这种道理？这死丫头心比天高，想翻身，绝对不可能。就算古董是真的，卖完也还不上债。要是他反悔又上诉，那这房子和存款全都保不住。放弃这没有未来的工厂，明明是有利于我们的呀。行，我们放弃继承权。协议就放在这儿，因为陈杰也是继承人之一，还需要让他也签字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想放弃继承权？小县城人间计复杂，我放弃也没用，大家被逼无奈，只会认我这个被推出来的靶子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主动迎上去，还能趁机斩断以后会产生的麻烦。所以你对你爷爷给的那批古董很有把握？他们不懂古董市场，可能问过几个人，没达到预期价格，就当垃圾一样施舍给我了。你们古董圈确实也讲究缘分一说。周总拜托我转交给你的，他对你手上的古董很感兴趣，你以后还出的话也可以考虑他。没问题，今天麻烦常律师了，我请你吃晚饭。下次吧，我还有点事。接下来半个月左右我都在这边，你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多谢。手上这笔钱，本计划是先发工资还银行贷款的，但陈家那群人横插一脚，我得改变主意了。刚发点工资就被盯上，这贷款还完还不知道他们怎么眼红呢。没签协议之前，我1分都不会还了，绝不让他们占一丁点便宜。剩下的钱再买成粮食，明天那落魄皇子过来，可以多带一些回去。面粉20斤装的200袋，面条200箱，粉丝200箱，泡面200箱，干蘑菇、干木耳各200箱，食用油5升的500桶，60包1箱的盐500箱。那边大雪极寒，再下单一些新鲜肉类，反正放在外面冻一夜就等同于冷冻了吧。老吃冻肉也不行，再来点腊肉、腊肠，还有土豆、萝卜、白菜，这些方便存放的蔬菜能买多少买多少。卡里还剩50多万，再买一些成品速食，比如包子、馒头、饺子、汤圆，还有手抓饼、肉夹馍等等。先买这些吧，卡里留10万备用。你明天去那边仓库收货，我把清单发你了，你明天一定要核对正确。陈小姐，明天又收什么货？你都有钱倒卖这些了，什么时候把我们工资发起？我不倒卖点东西，哪来的钱发工资？指望陈家吗？那你还是要尽快啊，别这点工资拖到明年。放心，我保证一有钱就先发你们工资，但你也尽量保密，别把我现场结账的事传出去啊。我爸还借了一笔高利贷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放心，我会跟其他人打好招呼。真的全都烧了吗？我们家的粮已经见底了。唉，谁说不是呢？这天寒地冻的，衣服虽然有了，但没粮食，迟早也会饿死啊。大家不相信萧将军，还能不信殿下吗？有他在这里，朝廷不会不管我们边关的。
可听说六殿下在宫里根本不受宠啊！在讨论什么？这点事还没处理完吗？蛮军一直按兵不动，应该也是粮草短缺，他们没有战斗能力了，想拖死我们。边关本就贫瘠，两军 A 其实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好，区别就在军不光要提防蛮军进攻，还要应对朝廷的猜忌和打压。明日程宇带一队人马从北边突围，去接应城外物资，等物资一到，我们即刻反攻。这座城是底线，城内数万百姓，我们不能再退了。而且只要粮草充足，这场大雪说不定会成为我们翻盘的契机。是。等等，我在那铺子里采购的粮食也是明日到，突围必定有风险，不如先等这批粮食足够的话，可以直接攻城。你也说了，那姑娘的作坊主要做成衣。对啊，我们近10万将士和百姓，买粮应急几天还行，真要大批买不现实。要养活边关百姓和将士，还得靠朝廷。只要朝廷这批粮草到，我们必将那群狗崽子打得屁滚尿流。我们萧家军还从来没这么狼狈过呢。先等等，他询问了我们人数，我相信他能提供，就多等一天，还可以避免无谓的牺牲。就按照殿下的指示，明日先等采购的粮食。这殿下懂什么？突围肯定会有牺牲，但只要能带回粮草，一切都值得。他刚解决了边关一大难题，就再等等吧，反正等一天也耽误不了什么。毕竟是陛下派来的皇子，让他看清楚军中粮草的重要性，也不是一件坏事吧。殿下，我萧家世代忠良，对陛下从未有过二心。我当然知道。萧将军，会有粮草的，我向您保证。你们生活的国家真好啊，替我谢谢那位爷爷。你是站在雪地里等我开门呢？闲来无事，就过来等着了。姑娘看这些东西，够换多少粮食？此番远赴异乡求购粮草，特意带上父皇御赐的珍宝，只为稳妥换到边关将士急需的救命物资，不敢有半分怠慢。算肯定是算的，在你们国家，这个东西能花吗？不能。那不就是了？你父皇让你带着这一箱出发边疆，当精神粮食啊？这东西当然也确实是身份和富贵的象征，你父皇很信任你。这个够精致吗？你喜欢吗？很精致，很喜欢，但就是可能会吃国家饭。国家饭？就是去一个地方包吃包住。那还挺不错。算了，你之前给的已经够多了。这些都是粮食和燃石吗？这都是粮食，你要的燃石在另外一个仓库。这是样品，都是上好的东北大米。你不放心的话，可以随机拆开检查。这些都很贵，很难买到吧？其实不用买太精细的粮食，就寻常百姓吃的就行。这不就是寻常百姓吃的？我们国家有一位很厉害的爷爷，研究出了杂交水稻，现在所有百姓都能吃上这种白花花的大米。你们生活的国家真好啊，替我谢谢那位爷爷。为何还不出来？之前也进去挺久的，可能那边人手不够，再想办法搬运吧。之前那是棉袄太多，可这一天时间能筹多少粮食？还不如趁着夜色，我们还能一鼓作气，直接吐。小将军，是精米，雪白的精米，这么多，全是精米。听六皇子说，他跟店主预定了粮食和燃石，那证明东西还没送完。快把粮食运回军营，再调所有出城人马过来接应。是。所有人准备，今晚必须。杨上将，小将军命令所有出城人马即刻前往城东那家铺子。你先回去吧，10分钟后进来，我带你收燃石。10分钟是多久？1刻钟吧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我顺路买了点吃的，耽误了一会儿，要一起吃吗？那恭敬不如从命。这个在我们这儿叫烧烤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放在炭火上烤熟的。这是什么水？这叫可乐，在我们这儿很受欢迎。还有我今天给你的馒头和包子，都是工厂做出来的。我手上有2家食品加工厂，虽然是以前的，且停工了，但不妨碍我重新把它们盘活啊。包子和馒头可以在作坊里做？当然，速度快，效率高，你之后要多少有多少。现在边关能吃饱饭已经很奢侈了，这种简单劳作可以交给百姓来做。不过你说速度快，有多快？2天时间能做几万人的量吗？
要打仗，要打仗。萧将军说这一仗有优势，我很期待。只要胜了，父皇应该会对萧家军改观吧？我也正好趁此机会向父皇禀报边关的真实情况。2天的话有难度，毕竟场子还没运转起来呢。不过要行军打仗，我更推荐你另一种干粮，管饱又方便携带。哪种？你等下，我出去给你买个样品。好。就要这个5万人的量，姑娘能准备吗？没问题。下次还是只要精致物件，不要金银吗？除了那些，你再帮我找找，有没有你们上次从灰烬里扒出来的那种木头？我很好奇，小院全部拼起会有什么功能？煤炭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，要开窗通风，不然会中毒，你们知道的吧？烧燃时的时候要开窗通风，切记不能紧闭门窗。好，殿下，您可算出来了，刚刚怎么回事？之后还能在那姑娘那儿买东西吗？能。殿下说的对，出城就是无谓的牺牲，有这个移动粮仓在，价格还公道便宜，我们又何必非要突围出城啊？等打退了蛮军，粮草照样安安稳稳的送进来。这是尝尝，味道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干。这是我喝过的，你要是不嫌弃。这种食物遇水则发，一块就有饱腹感。我们接下来要攻城，如果将士们都能带上这种干粮，我跟陈姑娘订了5万人的量，明天到。殿下英明，他还是不要银钱吗？我这就命人收集东西。对了，这次这么多粮食和燃食，我完全没预料到，东西没准备多少。这次结清了，下次收集东西，重点寻找从这铺子里找到的那种怪异木块。他竟然真喜欢那些东西，我这就下令全城搜寻，城里没有，我们拿下蛮军地界也给他找出来。李叔的5000吨煤炭明天送过来，还要采购5万人的压缩饼干，手里得换点现金了。老师，您明天有时间吗？陈小姐，你让我们好找啊！电话不接，玩失踪。你爸欠我们的钱是想赖账是吧？你也说了，是陈建国欠的，要么你去那边问他要。少跟老子耍嘴皮子！你家老头子说了，你就算是去卖也会还。赶紧拿钱，否则卖谁不是卖啊？钱都在陈杰手上，有200-300万，我告诉你们他的位置。你们他妈烦不烦？皮球踢来踢去，老子今天必须拿到钱。哼。